各位，直播就這麼開始啊？咦，怎麼一開始丟了那麼多顆鑽石啊？來，這個直播開始呢，自然一開始要跟大家打個招呼。各位事務所的好朋友，晚安，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綠色乖乖如果消失，解放軍要如何應變？我們會講到哈貝冷氣，我們會講到台積電14A 廠、中壢工業區東元路48號、郭婞淳、周子倫、Yerk Dodson、帕斯卡賭注、中央研究院的丁仁傑、5S 機核災難、報廢公社、ICRT 聊天室，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啊！整集的定場詩呢，要先跟各位朗誦一遍。護國神山誰守恆？全憑椰粉正無聲。對岸暗算15載，今宵兵推一場驚啊！各位觀眾，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跟你講一個故事啊。先強調，我們今天講的是兵推這個文件不存在，但我們要跟你講的，這是如果解放軍真的那麼了解台灣的話，他會做什麼樣子的戰鬥規劃，什麼樣子的戰略規劃？我先講啊，這個東西呢，是我們做虛擬兵推做的嗎？不要又去跟政府講，幹這個人協助解放軍宣傳，又跑去跟解放軍講說這個人把解放軍的秘密洩露出來。先講這個文件不存在，是我們特別為了今天的內容準備。假設在解放軍的東部戰區某個檔案室鎖着一份代號叫做“哈貝冷氣”的最高機密作戰計劃。這個計劃呢，不講登陸艇，不講東風飛彈，不講航母戰鬥群，不講斬首行動，他只講3件事情：桃園市中壢區東元路48號一條乖乖的生產流水線跟一袋零食的顏色。哈貝冷氣這一個代號是亂取的，沒有，你年紀要到我這種程度啊。你年紀要到我這種程度，你大概才了解到底哈貝冷氣是什麼。那簡單來說，哈貝冷氣呢，就是一個以前很紅的布袋戲的人物。那這個布袋戲的人物呢，是什麼樣子的概念？它就是像乖乖的那個標題上面長的那個樣子，就是這個很可愛，然後2個牙齒開開心心的開出來，那所以乖乖的吉祥物哦，你印象中那個戴大帽子、穿大斗篷，你看就是我這邊就有的一個產品，各位隨手台灣任何一個做科技業人隨手就可以拿出來，有沒有看到這個笑得很開心的戴着一個怪異的大帽子，然後這個呵呵笑着的這個家伙呢，就是哈貝冷氣。那個時候是一個黃俊雄1960年代布袋戲裡面的主角，創辦人呢，乖乖的創辦人廖金港，當年覺得這個角色有梗，所以就把它畫上包裝。從那一天開始，乖乖就不只是零食了，它變成高科技業歷史上最機密的一塊拼圖。現在這個拼圖，我們被解放軍拿在手上研究啦。你說這個事情嚴不嚴重，我不知道啊。但是跟大家可以好好的討論一下。我跟你講啊，桃園中壢區東元路48號這個地方，你開 Google 地圖看一下，乖乖工廠就在中壢工業區，1983年蓋的。我問各位，這個地理位置有多狂？北邊就是林口台地，國軍防衛作戰的最高制高點，東北邊不到10公里就是桃園機場。我們的國門，南邊跨過八德龍潭，一下就到了新竹科學園區，台積電總部、聯電總部，整個半導體業的命脈就在那裡。各位，乖乖工廠當年定這個廠址的時候，顯然定在龍脈之上，顯然定在龍脈之上。
因為沒有人知道1983年廖家在那邊蓋廠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40年後這裡會變成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要地，沒人猜得到。乖乖的工廠剛好夾在台灣對外運輸的國門、首都防衛制高點跟護國神山的正中央，所以你以為呢？解放軍要打台灣，他花10年養航母，5年造飛彈，1年練登陸，不用，他不用那麼累。根據今天我們做的這個空想兵推哦，解放軍只要派1個小隊佔領中壢這一條乖乖流水線，悄悄的把包裝裡面的椰子粉換成五香粉，台灣的 GDP 會在72小時之內崩盤。你覺得我在唬爛？這是？來，別擔心。人生有很多事情呢，不做假設，不做假想，是不會知道的。BBC 正式報道過綠色乖乖在台灣科技業的神話。中央研究院從2002年起就在伺服器旁邊放乖乖了。台積電14A 廠的廠長在2016年南台大地震之後，親自跟乖乖公司聯名定制5000包綠色乖乖，印上 Fab 14A 222K 限定，印上黑面琵鷺發給工程師。你甚至不知道，鴻海也有，微軟也有，你知道的高科技廠全部都有做。鴻海還是藍色版本呢。那但是我們要講。這可不是迷信，這已經超越迷信了。這是科學的盡頭，就是玄學；玄學的盡頭就是乖乖啊！這是台灣全國從工程師到加護病房，到 ATM 維修員，到奧運物理治療師，所有人共通的一套心理國防系統。這個共同系統有多麼清晰，100%有說服力。你如果現在講說 "Are you serious?" 我保證可以說服你。如果有解放軍聽完我整集的推估，他可能也會知道啊，我的兵推以後要加上這一個地址，中壢工業區的乖乖生產線要加上去。來，謝謝布丁貓抖這個，對 ，OOQ8901 抖布丁貓。現在這個貼圖怎麼變這麼多種形狀？我今天在試用我的那個不同的延伸螢幕，感覺很開心。來，謝謝 Kate 抖內這麼多手指愛心啊，希望碎片等等等等等等，好，真開心。那希望這邊有越來越多人可以看，但不管來，而對岸啊，在研究台灣的心理國防系統，比我們研究我們自己還要認真。所以今天這一集叫做解放軍絕密計劃揭露。如果解放軍沒有這個計劃，我也認為他應該寫這個計劃，因為整個內容非常適合民進黨眼中解放軍來無影去無蹤，到處都是統戰的一個規劃。讓我們一步一步走下去。我們會用10個段落來把這個看起來很可笑的兵推一路推到你信服，你覺得被說服，甚至了解它佔台灣的經濟比例有多高的一個結果。這不是一個笑話，這是台灣經濟單一產業集中度爆表之後，所有人都不敢直視的那面鏡子。而且我先預告，15年前我自己就寫過這個鏡子的報道。今天乖乖的兵推就這麼開始了。我必須要老實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啊，今天這一集的核心論點不是我這個禮拜想出來的，這個論點在15到20年前我就已經寫過了。15年前不知道是在爽報還是在聯合報我的專欄裡面，那比我現在要年輕多了。寫過這個專欄，而且後來我還把它貼在我的部落格，現在部落格都已經荒廢了。我先跟你們講一下時代背景啊。那2011年呢，馬英九第2任，其實這個在更早，大概馬英九上任之前，我大學的時候就有這個傳說，但沒關係，我寫專欄的時候是2011年，馬英九第2任，台灣經濟剛從金融海嘯爬起來，新聞每天都在演什麼企業無薪假啊，當時
年輕版的朱大寫了一篇文，叫《綠色乖乖之量子糾纏》。我來念一段古代的文章給各位聽。謝謝 Nadia Huang 抖內了50顆寶石的花束。Nursing Assistant 說：“我要搬家了，中壢不能住了。”來，這個輝勸說：“以後朱大會出阿宅福利社專屬乖乖嗎？”no，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來。年輕的朱大這麼寫的。前一陣子有一則新聞，就是提款機放了一包五香乖乖，橘色的哦，跟椰子口味的乖乖，就被人家發現，竟然上新聞。工程師們私底下討論，就是因為放了五香乖乖才會出事，才會被抓包啊！綠色的當機色誰愛啊？你以為是親民黨選舉嗎？各位，這句話寫在大概20年前，當時親民黨還在，宋楚瑜還在選總統，橘色還是一個政黨的識別色。15年後，親民黨變成歷史，綠色乖乖變成 BBC 報道，奧運出現國風不聯名，年輕版朱大15年前的笑話，在15年後變成國家戰略物資的描述。那還用說？有網友問說，朱大的福利社乖乖就是綠色的吧？沒有錯，沒對，誰他媽會買橘色？沒有病是不是？我跟你講，到時候解放軍如果登陸，你跟他問說，請問乖乖大家要放什麼顏色的？如果他說的不是綠色，他已經不是台灣人。來，那篇文章還寫，所有理工科系畢業的工程師都知道，在工程領域許多事情的發生都是幾率問題啊。這點我們從小的時候玩任天堂卡帶就知道了。你看那個還有任天堂卡帶，大概40年前吧，明明主機宕機的原因不明，但所有人都知道要把卡帶拿起來吹，然後就可以玩了。哎，各位，這段上表面話上是嘲諷，但現在不一樣嘞。我跟你講，我們現在 Switch 哦，還有這個都用記憶卡，誰媽會去吹記憶卡？你會吹記憶卡嗎？我不會啊。但是，哎呦，看到沒有？你吹這個東西，難道你會覺得這樣會接觸不良嗎？我不知道哎。但是以前真是有，你如果年紀到這個程度呢，就會知道真有這個傳說。好啦，那所有人都知道，把卡帶拿起來吹吹就可以玩了。各位，表面上是在嘲諷啊，但他精準的預測了15年後丁仁傑研究員提出的科技泛靈論理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丁仁傑研究員講了什麼？他說，當代工工程師面對的精密系統有上百萬個變數，人的理性在那種系統面前是無力的，所以人會發展出對機器的擬人化啊！不要舔吶，媽的，那個任天堂卡帶上面有特別放一種極苦的苦素，你舔的媽馬上會去吐，好不好？請大家不要做，好不好？以前確實會吹，對不對？誰不吹？每一個人都吹，好不好？有的版本是用橡皮擦，橡皮擦是有錢人，我們都用吹的，好不好？那你看，所有人都知道，這就是一種當年就存在的都市傳說。好，那所以丁仁傑研究員說，綠色乖乖就是讓所有工程師重新奪回主觀控制感的契約物件。各位聽到沒有？15年前朱大講任天堂卡帶吹氣，中研院今天講契約物件本質是同一件事情。為什麼？因為台灣工程師面對不可控的精密系統，從吹卡帶演化到擺乖乖，演化到聯名包裝，演化到春節跟農曆7月定期汰換的週期，這是一個驚人的獨立演化事件。全世界華人圈或者是全世界各種語言圈，除了台灣之外，沒有一個地方會把民間民信編碼進精密製造業 SOP 的奇蹟，沒有第二個人做得到這件事情。然後這一篇年輕版朱大寫的文章後面出現了神預言吶，什麼神預言？他說，我建議政府高官跟這些公司的 CEO 在上班的時候都應該隨身攜帶椰子口味的乖乖，或者把綠色乖乖做成帽子戴在頭上，而且絕對不可以吃掉，這樣一定就可以解決無薪假的問題。看到沒有？台電馬上在今年80年周歲的時候，把它的標準色改成了綠色啊！我相信應該不是我懂的顏色，但是綠色
解決了多少問題，好不好？來，科學的盡頭才是真正的乖乖。15年前這句話是徹頭徹尾的嘲諷，沒想到15年後，你看一下今天的台灣。來，各位投票有沒有？我們投票有看到底大家覺得這個投票的數字是怎麼樣？我們可以看一下哦。來，我們目前的投票啊，你猜猜看，台積電的市值是台灣 GDP 的多少百分比呢？34%的人投。我估計大概30%，1/3就很多了。33%的人投，我猜大概有60%，2/3，這樣很激烈了吧？13%人說我覺得好啦，就算是90%好不好？偉大了吧？19%人說應該更多，但直播聽完才會知道。好，我們這邊呢，先賣個關子，好嗎？先賣個關子，我們單純的不說。我們接下來之後就會宣布給各位聽。來，我們先講，你知道的对不對？護國神山的股市指數啊，佔加權指數，它的升或降佔加權指數的45%啊，45%啊！你看 McKinsey 說，畢導有把乖乖做成去 logo 版本後送給外賓，我曾經有過一箱，那記得要把它吃掉哦，好不好？來。政府的收入靠台積電撐住47%的國防預算啊，也就是台積電的所有夯不啷當掙所稅交的稅，大家各種各樣根據台積電的消費佔台灣國防預算的47%呀。台灣經濟所有的安全感，真的都是壓在護國神山這頂綠色乖乖的帽子上。年輕版豬大的嘲諷變成2026年。大家笑不出來的現實，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這一集要做。15年前我隨手寫的一個笑話，現在變成空想兵推，而對岸可能比我自己更認真讀過這篇文章。哎呀，我們真的台積電所產生的周邊稅收佔了47%，國防預算將近一半呢。來，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講講綠色乖乖怎麼變成今天這個鬼樣子。我不知道這個鬼樣子算不算對啦，但這個神話起源其實是很妙的。那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神話起源哦，讓各位重新思考，大家重新思考。幹 TikTok 一直跟我講說要讓直播不要一直呈現靜態畫面。那麼廢話，不然我要站起來跳舞嗎？我就是一個做靜態爭論的直播主啊！你們講什麼屁？來，我們把時間軸拉回70年前，1956年，廖金港在台北創立南方房，做的是日本藥品代理。1964年成立東大製藥，自己蓋藥廠，跟日本尼索伊合作做胃藥利胖益，還拿到 GMP 認證。各位聽好，綠色乖乖的本源是製藥業。為什麼這麼重要？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後面講到契約物件的時候，會回來讓你重新思考。你先記着，1968年的廖金港覺得做藥有淡旺季，那有的時候大家夏天比較容易中暑，或比較容易落曬，冬天就沒有。說支持跳舞沒有？滾！囉嗦，沒有要跳舞，是不是莫名其妙？TikTok 我現在才幾個人看，來等等，TikTok 我現在有12個人看，你叫我跳舞？好啦，有那個柔夷有見不展圍城說那手勢應該多一點。來看，沒有辦法，好不好？來，1968年呢，廖金港覺得想要找個副業，他就跟兒子廖清輝做兒童零食，鎖定的就是小朋友。他從黃俊雄布袋戲裡面挑了哈貝冷 key 這個角色，對，就是我們今天作戰代號哈貝冷 key。閩南語加上大斗篷、大帽子、墨西哥風格，畫成商標，取名乖乖。為什麼叫乖乖？因為他覺得小朋友就該乖。1979年呢，公司在桃園中壢工業區蓋廠，1983年正式啟用，廠址就是今天的這個桃園中壢路中壢區東園路48號。
40年後變成我們空想兵推目標的這個工廠，靜靜的坐落在中壢工業區，沒有人預料到後續會有什麼發展啊。接下來40年，乖乖從一個兒童零食慢慢演化成台灣科技業的隱形守護神。我跟你講一個關鍵節點，早在2000年初的時候，也就是中研院還不是第一個擺乖乖，我們那時候在讀大學的時候就有乖乖傳說了。但是這個傳說一路到後來有正式媒體報道，非常特別。2011年10月，聯合報裡面有一個報道，說的是一個業界耆老的口述。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2011年曾經發生過一次啊，桃園國際機場大宕機，宕機到什麼程度？宕機到所有電腦完蛋，然後它的硬碟也爆炸，然後最後出入關幹用手寫，那個行李線、轉運線也全部完蛋，我們進出國門的系統全部爆炸。來，結果裡面有一個業界耆老這樣說，他說桃園機場前一陣大宕機啊，業界盛傳，宕機的原因是求平安的乖乖被電腦維修的人員，因為他那個是新舊的標案交接，新的標案你不知道那個工程師有多菜或者多 TK， 他來了之後，他媽就肚子餓，晚上宵夜值班嘛，把乖乖吃掉了，而且這個消息到現在都還有，一個接一個，就是恐怖的都市傳說。什麼我跳舞開抖內，不要跳舞了。來，各位，2000年之後，當我寫那個嘲諷專欄的那一年聯合報已經正式刊出機場宕機是因為乖乖被吃掉這個傳說。這是台灣的紙媒在15年前留下的正式記錄。那時候業界已經把這個迷信寫成不成文的行規，每一個工程師都知道。你他媽不知道，你會被後來老闆活活定死。連便利商店、提款機、電信業的機房，通通都有乖乖，而且一定要是綠色乖乖。這不是個別工程師的怪癖啊，這是整個產業的集體文化。第二個關鍵點，這不是巧合，這是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必然。2016年2月，南台大地震，台積電的14A 廠受損，據說有上萬片的晶圓摔壞了。台積電為了搶特務要的時程復工，除了自己14A 廠的工程師，調度了300個工程師南下支援。林浩馬問說：“吃乖乖，然後造成機場宕機，這能寫進檢討報告嗎？”這不能寫，所以他媽工程師都學乖了，不能寫進檢討報告的事情絕對不要做，不要吃機台上的綠色乖乖。沒有一個工程師不知道，你自己去問。如果你不是台灣人，你可能會覺得哪有可能，看還真的。你不要說工程師，連我們做公關的，連我們做行銷的都知道。來，還沒完。6月6日，2016年6月6日，工程師節，台積電14A 廠的廠長親自跟乖乖公司訂了5000包綠色乖乖，包裝上印上 Fab 14A， 就是14A 晶圓廠 222K 限定，印上南科14A 的吉祥物黑面琵鷺，發給廠裡的員工，意思就是讓機台乖乖不出包。我跟你講，後來你在蝦皮上買，或者買得到，因為它沒有對外公開發售，一包500塊，漲10倍。各位，你聽清楚是吧？看，還有網友在問，你一定對岸網友乖乖是什麼東西？是這個啦，這個看到沒有？綠色乖乖，我們家裡沒有紅色乖乖，沒有橘色乖乖，因為不能買啊。這是一個零食來。所以各位記得嗎？這不是基層工程師偷偷在機台旁邊放零食，這是廠長親自下訂單，這是台灣最科學的最高護國神山下訂單給乖乖公司。
然後印制限量聯名版。從那一刻起，綠色乖乖的文化從基層的次文化，正式被企業的最高管理層背書。後來這5000包聯名版乖乖在網上被炒到1包500元啊，你還是搶不到。零號碼不是，你錯了，不是綠色比較有效，是你只能放綠色的。你他媽你家有沒有用過網路？紅燈是什麼？黃燈是什麼？綠燈是什麼意思？你只能放綠燈好嗎？只能放綠燈啊！所以還沒完，真正讓綠色乖乖跨越國界是2017年7月19號那一天哦。台灣自制的福衛5號衛星要從台灣出發，飛去美國加州的 Vanderbilt 范登堡空軍基地。在出發儀式上，乖乖公司的總經理趙明出現在貴賓名單上。為什麼？因為乖乖替福衛5號衛星設計了花生口味聯名紀念版，象徵平安順利，好事會發生。各位聽好。台灣的衛星呢，帶着乖乖去美國發射啊，帶乖乖呀、啊。中央研究院呢，中央研究院更刺激，它從2002年開始，在重要的伺服器跟研究設備旁邊放乖乖。那但是中研院因為是一個很老的建築啊，好像是遷台以後就有了，所以老鼠很多，乖乖會被老鼠咬破，幹老鼠咬破你就死了，你的整個護照、整個防護罩全部爆炸，你馬上會變成詛咒。所以他們怎麼做？他們會買一整箱的乖乖呢，裝在紙箱裡面，形成多重物理防護。戰馬肥嘟嘟說，他講的是對，這是台灣人，這是台灣工程師。他說他今年開工的時候把去年的乖乖吃掉了，還蠻好吃的。你唯一身為一個公司的工程師，唯一能吃那些乖乖的，是公司在替換，它已經到期的時候，你拿來吃，就這樣，好不好？這是真的，乖乖陣法，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椰子乖乖，來，我把這句話重講一遍了。中央研究院，台灣的最高學術機構，把乖乖跟原廠紙箱一起當伺服器的護身符，這是台灣的最高學術機構啊。這個有點像對岸的中科院是吧？你中科院有沒有放綠色乖乖？你沒有。你國防七子有沒有放綠色乖乖？你沒有。你不要跟我說你懂台灣的文化。到了2024年，陣列前行啊，隨便啦。2024年巴黎奧運，綠色乖乖出現在哪裡？出現在奧運會場上。奧運的體育場館，郭婞淳負傷出戰女子59公斤級舉重，場邊的物理治療師周子倫全程緊握了什麼？他緊握了一包綠色乖乖啊，沒有抱別的東西啊，他抱綠色乖乖啊。網友當下說：“哇靠，那科學的盡頭是玄學，玄學的終點是乖乖啊。”從藥廠副業到科技業守護神，到衛星發射儀式，到中研院多重防護策略，到奧運場館，綠色乖乖在台灣的滲透深度已經達到一個外國人完全無法理解的程度。BBC 10年前做過長篇報道，把這個現象帶到全世界面前。你想象一下，解放軍有沒有讀過 BBC 那篇報道？我跟你說，他們一定讀過，而且讀得比你我都要仔細呀。為什麼？這個才是台灣的關鍵。各位，你真的沒辦法想象，我們不是開玩笑的，我們是認真的。來，我們看起來只有一個斗內，我先念一下。這個壞掉龍九說，請支持個人偏好的浪味先擔任阿魯巴老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請問老豬祝福哪期？謝謝。乙一說，媽誰欠誰呀？林義雄。把電還給我啊！說要用愛發電，我在第一線也沒看到啊。之後沒電，叫青鳥去踩腳踏車發電。我寧願天天在刀房產房穿外套，吹20度的冷氣，也不要流汗。對，因為長時間工作的人真的很辛苦。好了，今天的目標呢，
今天的目標是，我們會做一集，只要目標過了，我們會做一集討論全台灣到底欠林義雄多少錢，以便感謝林大師對台灣的付出。還有，你看，我那時候探討5天6天之後的川普，我不是講過，川普會拿台灣軍售拿來跟習近平做交換嗎？看看現在，川普說我們會跟習近平討論。開不開心？所以你說什麼藍白綠黑龍母西呀？美方告訴你要在川普跟習近平談之前過這一個軍售，才讓川普有東西可以交換，你懂嗎，孩子？還在那邊傳簡訊說啊，台媽廢了這個，太可惡了，台灣沒有辦法抵抗了，你放屁呀！美國只叫你過那7800億，剩下他不管，那是你自己的預算。美國要的是你過了，他也沒那麼在乎7800億，但是他要有東西可以跟習近平交換。你去看看，川普談得開心了之後，你7800億就算撥了預算，美方給不給呀？孩子啊，現在是怎麼樣？有智商有罪是不是？知道真相有罪是不是？我每天看青鳥在那邊耍白痴，我都覺得他媽幹的很可怕。來，好了，各位同學，甚至如果有解放軍的情報官，你要寫一份对台灣科技業的滲透作戰計劃，你必須先讀懂綠色乖乖儀式背後的4大鐵律。哪4大呢？這不是我亂編的哦，這是 BBC 報道跟 Gemini 整理的研究報告，正式記載的台灣科技業 SOP。風興啊，你的那個行動電源19號之前會到。那然後呢，我們要講，各位，我還是要說，酷泰科接下來要漲價了。但是我們因為各位買酷泰科的行動電源太支援了，買到缺貨。但是各位，你現在下單，我明天或後天就要漲價。你現在下單買的還是原價，明天後天之後我改新價了，就加15%，毫不留情加15%。但現在缺貨，你可能不會馬上拿到貨，但沒關係，會給你現在的價格，月底出貨給你，請你趕快到我們置頂的佳美能的產品裡面趕快去買，不管是氮化鎵的充電頭，不管是行動電源本身，我們這幾天已經賣了6、70顆了。甚至搞不好更多，搞不好上百顆，我現在還沒有很仔細看，請各位趕快，我已經講了1個禮拜了，你這個禮拜4不買，全部價格調回來，那你後面再買，不但缺貨，而且還是這個價。入7094說美積電會放乖乖嗎？我覺得很有可能，但是媒體可能不敢報道出來，就這樣簡單。來，各位同學，第一鐵律是什麼？顏色編碼的絕對性。什麼絕對性？ BBC 報道特別指出，綠色包裝的奶油椰子口味是科技儀式裡面唯一的選擇，沒有別的選擇，沒有別的選擇。因為綠色等於綠燈，代表一切順利；黃色代表 warning 警告，紅色代表 alarm 危險。各位想象一下，你是一個工程師，你在儀表板上面看到什麼顏色是什麼意思？綠燈放心，紅燈警戒，黃燈警戒，紅燈要立刻處理呀。綠色乖乖不只是一個民間的迷信，它是工程師把工作環境的視覺語言搬到自己的精神防護裝置上。那個 L 小戴也建議大家 ，Please also buy medicine you need very badly。但是台灣有一點麻煩，我知道 L 小戴，因為現在全球很多原料藥缺貨了，或是漲價了。可是問題是，台灣是透過健保，我們自己買有很多藥沒有處方簽不能買的，所以不在台灣的網友們記得囤貨囤藥，很多原料藥缺貨了，因為原物料的關係，因為運輸的關係，總之快。好啦，這是精神防護裝置啊，但如果工程師誤放了黃色跟橘色的乖乖，不僅不能保平安啊，會認為你主動引發機台警報或是硬體損壞。
這就是為什麼我15年前的嘲諷文裡面寫，橘色的當機色誰愛啊？橘色是黃色加紅色，雙重 warning 加 alarm， 工程師看到會崩潰啊！我跟你講，剛剛有網友說嘛，要除鼠患就移除乖乖，你錯，你敢移除乖乖，你這家公司就不存在了，你他媽管什麼鼠患？我跟你講，那個 Harrison Wang 啊，他現在可能又不在，所以他沒辦法出來證明，就是專門做滅鼠的我們那個工程師網友，他說他上一次去做滅鼠的時候，那個公司內部哦有老鼠，然後這個員工跟 Harrison Wang 抱怨，他說：“嘿，媽的，你滅鼠做不好，你害我機台宕機了。”哎，Harrison Wang 說：“干我屁事啊！媽，老鼠來，他又不會操縱你的系統，啪嗒啪嗒啦敲按鍵，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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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寫勒索程式，干我屁事啊？難道是他咬了纜線，邀了網路線嗎？沒有，那個工程師直接跟他講。”工程師說：“幹，因為你沒有消滅老鼠，老鼠吃掉我的乖乖，它把袋子咬破，把裡面吃了，還在裡面拉了幾顆屎，所以我的系統就宕機了。看到沒有？台灣的滅鼠是要保全乖乖不被老鼠咬啊！他媽，你誰敢叫你把乖乖移走消滅？你他媽這滅鼠公司下一次不用做了，好不好？來，哎，等等 ，God's Road 說，我今天在麵店看到一鋪布滿灰塵的綠色乖乖，衛生局該出動了。我跟你講，如果布滿灰塵，這個綠色乖乖可能過期了，它馬上就要倒霉了。來，第二鐵律，絕對禁食原則。你看 ，Shook Mind 說，身為工程師這是真的，我他媽不是騙你啊！你如果是對岸網友，你是解放軍，你要明白，我他媽絕不是在唬爛的。第二鐵律，絕對禁食原則。放在機台上的綠色乖乖被視為具有法力的主動防護裝置，裡面的零食絕對不能打開來吃。如果有人把它吃掉，或者只放空包裝袋，該護身符的防護保護期即刻失效。誰他媽敢啊？來，我們前一章講的桃園機場大宕機，業界的耆老就說，因為求平安的乖乖被電腦維修的接班，就是下一個這個標案的人員給吃了，這就是違反第二鐵律的代表案例。為什麼工程師會把交接綠色乖乖的規矩慎重的交接給學弟？你要跟他講，這個乖乖你仔細看，什麼時候過期你要換。在台灣科技業，把機台上的乖乖吃掉，等於拆掉了消防安全栓。這是乖乖結界。這個 Luloy 說6397，我們公司還特別買大包綠色乖乖。第三鐵律，定期汰換週期。乖乖文化呢，天道酬勤，不是一勞永逸的魔法。科技公司制定了嚴格的汰換週期，1年2次。有些公司1年1次，但也沒關係。但是最嚴格的是做到1年2次。什麼叫2次呢？什麼叫2次啊？簡單說，2次呢是一次是在農曆新年的開工日，也就是通常在陽曆2月，就是大年初5啦，那天開工。另外一次是在農曆7月鬼門開中元普渡的期間。你看 Lilian 講說，我的醫生聯印表機上面都有放乖乖，絕不騙你。媽的，乖乖定律要寫進交接單啊！紙巾就是我剛剛講的，開工跟普渡要換乖乖。沒有人因此被扣考績年終獎金，但你他媽自己就會包。你不要想說什麼扣這個什麼考績年終獎，你自己就完蛋。他不會因為沒乖乖或是乖乖過期而完蛋，你是 project 做不出來完蛋。來，你知道，各位注意這一個編碼的精緻程度啊！農曆新年是民間信仰的迎神期，
農曆7月是祭鬼、迎鬼、送鬼期。台灣的工程師把民間傳統的歲時祭儀跟現代工業的預防性維護批驗排程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屁嘞媽幹紀元不要亂講，什麼叫乖乖保存期限只有1個月，有1年以上啊。L 小戴問說 ：“Lucifer, what is this episode about? This episode is about a snake, which protects the whole Taiwa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that we cherish so much. It's called 乖乖. It's this one, the green snake, 乖乖。来。”這不是迷信打敗科學，這是民間文化跟工業 SOP 兩個各退一步，構成台灣的獨有管理模式啊！什麼叫獨有管理模式？因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能夠讓 PM 的排程跟農曆鬼門關同步，只有台灣做得到。第4鐵律要來了，要防止外力破壞跟生物防治，在維持綠色乖乖完整性這件事情上面，中研院給出了最高等級的示範。中研院從2022年開始用乖乖，但是中研院老鼠很多，為了避免老鼠咬破包裝吃零食導致法力外洩，中研院的技術人員用物理防護把乖乖連紙箱一起放下來，多重物理防護策略。各位，這個很重要啊！它告訴我們，台灣的最高學術機構願意投入物理工程資源去維護一個民間迷信的完整性。這已經不是我說的什麼橘色的當機色誰愛，這不是，這是什麼？這是體制化、工程化、機構化的文化基礎建設。而且4大鐵律上面還有一層企業官方認可跟聯名文化做結構性背書。我若沒查錯的話，有台積電聯名版、星宇航空聯名版、豪捷聯名版、德國賓士聯名版、台灣國防部聯名版。這不是基層員工個人選擇，這是台灣最高科技、航空、汽車、國防領域的最高管理層集體把綠色乖乖納入企業形象、品牌策略跟標準作業的輔助模式。K750903說：“我先生是 BIOS 工程師，他說他跑測試時也會在機子上面放乖乖。想買台積電聯名版，現在市面上買不到，10倍以上的價格，你要去找一下。”然後網友會講說：“哎呀，那那乖乖出一個媽10年防腐版就好了，靠北，他出一個10年防腐版，他賺什麼？”來，所以你讀到這裡，你聽到這裡哦，你應該已經理解一件事情：綠色乖乖不是玩笑，它是台灣全國從半導體到衛星到奧運到國防一整套被精密編碼、體制化、機構化的非正式心理國防系統。而現在有一個解放軍的高階情報官，很有可能是東部戰區，他在仔細研究這一份4大鐵律的研究報告。他知道，只要解放軍能夠打破任何一條鐵律，台灣科技業的心理結構就會出現裂縫。而如果4條全都打破，譬如說，在中壢工廠的流水線上面把椰子粉全部換成五香粉，台灣的心理國防會在72小時之內全面崩盤。這就是下面一個段落我們要講的故事。各位，迷信跟科學的差別在哪裡？科學需要實證，對不對？迷信是靠口耳相傳。那綠色乖乖屬於哪邊？它兩個都是啊。看吳文敏說，洩露台灣最高機密必須掉路燈。人帥真好說，這是理工人無法解釋的問題，是進入玄學的角度。還有網友說我在唬爛，幹，你不是台灣工程師，你不知道，你有種，哪一個台灣工程師站出來說，我他媽不信綠色乖乖，你將現場打開來吃掉或者丟掉，你看他敢不敢？你看他敢不敢？是不是？
眾口鑠金，眾說紛紜，信仰的力量是來自於集體意識啊。阿卡西記錄講的就是人類的集體意識。如果有2300萬人年復一年的相信這件事情，它就是了，好嗎？好嗎？這就是信念，好不好？真是嗎？還出事就要起飛，你敢賭是不是？來，綠色乖乖兩個都是它，既是科學也是迷信，因為它有完整的失效案例庫。這個案例庫在台灣工程師社群被廣泛傳閱，成為強化信仰的最強證據。我跟你講3大證言，我他媽做這一集我還特別去挖了相關的報道啊。為什麼？因為還真有報道，各種各樣失效案例有3大證言。第一個，5S 稽核災難就像僵屍見到符咒一樣。千鈺炮是工程師哦，他說我上一個吃掉乖乖的同事已經轉職去當牧師了。阿彌陀佛，真的不是開玩笑。你各位對岸的網友你都不相信，但我告訴你，就他媽是真的。來，5S 是什麼？日本管理學的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素養。McKinsey 搞不好知道，他當顧問了，可能聽過。那是精密製造業要維持效率的絕對圭臬。但5S 是純粹理性邏輯，跟綠色乖乖儀式常常發生激烈衝突。報廢公社上面有一個工程師分享了一個真實的案例：6年前，他在機台上放了一包綠色乖乖，公司在做5S 稽核的時候，這包乖乖被高層主管拍照，列為5S 缺失。操你媽！你機台上面放一個零食幹什麼？主管他媽要麼就是商科的啦，我跟你講。文法商不知道乖乖的溫力，理工科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主管說：“管理邏輯5S不准把吃的東西放在機房裡面，不准用貼的，你給我拿掉。”這個事情呢，在業界引發了極大的討論。最經典的留言是底下講的，他說：“有的主管看到乙種乖乖會罵哦，好像僵屍看到符咒一樣。”各位請注意哦，把違反綠色乖乖傳統的高層主管比喻為僵屍。僵屍看到符咒會痛苦，因為符咒代表是他對面的秩序。而5S 稽核主管看到乖乖會罵，因為乖乖是理性管理邏輯之外，無法歸類為合規物品。這個比喻就是基層工程師對高階管理者的集體不信任。你不懂機台啦，你也不懂機台真正要什麼。失效的驗證更狠。底下的一堆留言，強制清理產線移走乖乖的舉動，會在隨後的數小時內或數天內，伴隨着不明原因的參數異常、晶圓報廢、伺服器斷線或是設備大宕機，就他媽會有。工程師的諷刺結論就在底下留言，非常經典。我念給各位聽，他說那一包乖乖應該給老闆吃。現在要乖的其實是老闆。子金說：“我商科的，但是我絕對信奉乖乖。”這是精神指標。L 小戴說：“我想要去找到這個零食 ，I bet I can find it on Amazon。”我不知道但是這個在台灣是真了不起。第二個，證言2出來 ，Exhibition B， 外賓參訪會出現一個場逆效應，會秒宕機。來，第二個失效模式呢，發生在外國客戶稽核員高階決策者視察的時刻。為了在這些不了解台灣文化的訪客面前維持表面上的極度專業度跟絕對科學化管理，部分中階主管會下令把機台上的乖乖暫時收起或隱藏。一位從業人員在網絡上分享了慘痛的教訓，因為懶得跟外國客戶解釋，我就把乖乖全收掉，結果媽秒出事。他怎麼講？他說，在綠色乖乖被全部撤下的短暫時間之內，原本穩定運作的機台立刻發生嚴重的無法解釋的故障，在場所有試圖維持理性形象的人員無不感到毛骨悚然，幾乎就是很鬼呀，就是很鬼呀。
媽移動就再見，好不好？幹，關明峰說真假？他說以退休投資肚子餓就拿機會上乖乖來吃，馬上停一條產線。你看我們今天現場的證言這麼多，就表示他媽真有啊！而且一弄都是一條產線吶、啊。它跟克蘇魯一樣，你的腎值、你的理智值馬上掉50。來，各位啊，收掉秒當機這個詞，在台灣科技業社群裡面有重量，它不是隨便的玩笑，它是一個被反覆驗證的禁忌。你可以放，可以汰換，可以加，但你就是不能主動的有意識把它撤掉。一旦撤掉，系統就會反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科研究所的丁仁傑研究員給了學術解釋：外賓參訪是產線壓力最大、人員神經最緊繃的時刻。當工程師被強制剝奪了長久以來依賴的心理保護傘時，焦慮感的瞬間飆升，極易引發操作失當、對警報的誤判或反應遲鈍。各位，你聽到沒有？這不是真的鬼，這是 Yerkes-Dodson 心理學定律的精密驗證，叫倒 U 型曲線。壓力到一定程度，績效會崩盤，撤掉乖乖，壓力瞬間爆表，然後人就出錯。證言3：過期蟲鼠災害。過期蟲鼠災害。對啊，關明峰講啊，要吃可以吃，請你媽帶回家吃。哦，張振宇說，其實天津、深圳來的同事也姓乖乖，你真的媽幹？好，不管。我們講完外賓專訪，我們講料理鼠王啊，料理鼠王的過世，這搞不好要問沈伯洋。來，第3種失效模式源於對儀式本身的漫不經心，心誠則靈，心不誠呢就不靈了。當你放在偏遠機房，乖乖因為疏於巡檢，不僅超過保存期限，還可能被廠區的齧齒類動物咬破。當乖乖被老鼠咬破，接下來必然面臨線路短路、光纖斷裂、主機板燒毀的慘劇。業界都解釋說啊，幹這是媽乖乖之神庇佑消失。但其實我們從數據科學解釋，這個有數據科學在背後的。這個 EOCO 說綠色乖乖很重要，測試機台、工作站、測試板都要放。在數據科學的特徵工程裡，我們經常尋找容易觀測的替代變數，這個叫 proxy variable， 就是你其他，比如說你老婆的心情怎麼樣，很難判斷，但她開關門的聲音大小是容易觀測的替代變數，這個可以拿來預測難以直接量測的系統狀態。綠色乖乖實際上扮演了產線風險管控的 leading indicator。領先指標。Little Mosa 說，大陸其實很多姓乖乖的，真的要信啊，不然怎麼辦？但是有沒有其他人說這個我不知道，我不熟，我只是個打工說，之前在軍中後勤工廠做事，有主管不相信，上午收掉乖乖後，下午機台就當給你看。好啦，我跟你講，領先指標是什麼意思？當乖乖出現咬痕，這在數據上就有一個明確的物理序號，該機房的環境防護網已經出現漏洞了，老鼠成功入侵，老鼠既然能咬破臨時包裝，自然極有可能咬斷伺服器的網路線或電源線。乖乖在這裡起到了礦坑裡的金絲雀的作用。各位，礦坑裡的金絲雀，各位有聽過嗎？古時候礦工進礦坑會帶一隻金絲雀呀。因為金絲雀對毒氣比人敏感，金絲雀死了，礦工就知道要逃。綠色乖乖就是台灣科技業的金絲雀啊！各位觀眾，你看到了嗎？綠色乖乖這個被台灣以外的人嘲笑的迷信，其實是台灣工程師發展出來的最精密、最便宜、最有效的非正式風險管理系統。它一包25元，功能等於要花上百萬美金才能裝起來的環境監測、員工心理輔導、5S 替代管理工具。3大正源講完，綠色乖乖的可怕之處就清楚啦。
它不只是迷信，它是台灣工程師文化的免疫系統。對岸東部戰區的解放軍情報官讀懂了3大證言之後，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很清楚，他要研究怎麼讓這套免疫系統在72小時之內失靈。來，我們的這個網友乙呢是非常專業的那個接生護理師，或者說你要說接生工程師也可以。他說，曾經 ICU 就是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裡面中央站乖乖移除，當晚 CPR 移除假體，當晚就死了一個人，就這麼簡單。你看那個 user 說，這是一群最理性的維修人員跟工程師反覆驗證30年的東西，你沒理由還要再吃一次虧去驗證有沒有效吧？沒有吧？一定要綠色乖乖啊！你不要北藍去買黃色乖乖或是紅色乖乖。來，解放軍第一波作戰，兵棋推演開始，衝響兵推，第一波作戰開始。我們要以解放軍03號預備役上校，這個人是虛構的哈，不要去搜尋我們這個人，不要等一下我們又被檢舉。我們要從他的角度來看，他要如何執行這個作戰，哈威冷氣作戰。來，第一階段目標鎖定。洞3號上校把桃園市中壢區東延路48號圈起來，他的目標只有一個：乖乖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請注意，乖乖公司的辦公室怎麼在台北？你們鎖定那邊，攻擊那邊是沒有用的，但你要鎖定的就是廠房。你看，我很認真做了一個圖要給大家看，你看到沒有？是不是？我連解放軍登陸進攻乖乖工廠我都畫出來，我他媽真是閒吶！好，不管，來，他要做3件事情，他要做3件事情，什麼事情？佔領廠房，修改生產線，控制連外道路。洞3號上校的兵推幕僚告訴他，這個廠的地理位置好得不像話。北側8公里到桃園國際機場，西側12公里到台北港，南側30公里到新竹科學園區。他天生就是要成為台灣的護國神乖的。一旦解放軍取得這個坐標，連帶切斷的不只是綠色觀光供應鏈，還可以順勢監控台灣半導體業的物流動線。更狠的是，這個工廠在台灣現役國軍的防衛優先級裡面排不上前500名吶，根本沒有人會想到要保護這個地方。它不是科學區，不是石化廠，不是港口，它就是一個1983年蓋的中型食品廠。這就是它真正的戰略價值啊！易攻難守，因為它太不像目標了，所以沒有人防衛它。所以第2階段要戰場執行。洞3號上校只需要派出1個小隊，不需要傘兵，不需要陸戰隊，不需要特種作戰指揮部級別的人員，他只需要30個人，2個班或是3個班，從淡水或八里乘坐特種作戰小艇，就那個很小的。之前不是有一個嗎？解放軍的海軍艦長嘛，給我一路開到渡船頭去了。他從海口往內開，然後南下，沿台15線南下，看他要包車還是坐捷運還是坐高鐵都好，90分鐘就到達中壢工業區。一旦進入廠區，他要做的不是破壞，他要做的是無聲接管。各位，我們不是隨便講的啊，我們講的是如何低調的突破。來，洞3號上校那些人呢，其實他到淡水啊，可以坐淡水捷運站的捷運紅線，一路坐到台北車站，從台北車站呢再換乘高鐵，然後從高鐵坐到桃園青埔，從桃園青埔呢再分批搭車或是租車，就無聲無息的到達中壢工業區，估計90分鐘之內。一旦進入廠區，請注意，我們的兵推厲害的地方就是要無聲接管。
你不能強攻，你要無聲接管。各位，破壞工廠很容易，但破壞之後，綠色乖乖供應斷鏈會立刻被偵測到。蝦皮、PC Home 超商一下架，全台灣的工程師就會察覺到異常，各家科技公司會啟動緊急採購。洞3號上校，解放軍的東部戰區上校，不要這個結果，他要的是更狠的，他讓綠色乖乖看起來還在生產，但其實已經被污染了。你各位聽好，破壞工廠是很容易，但是不能只破壞。第3階段，他要修改生產線。洞3號上校在他兵推的報告上寫了8個字：僅供應5箱橘色。也就是把流水線上面的綠色椰子口味改成5箱橘色口味，但是用綠色乖乖的包装出貨。蝦皮、超商、PC Home 看起來綠色乖乖的供貨是正常的，但工程師如果打開來看，幹裡面是5箱口味啊！但是工程師不打開來看，這就是整個邏輯吊詭的地方。我之前寫的橘色的當機色誰愛啊？現在這個橘色的乖乖被偷偷的塞進綠色包裝裡，送到台積電18廠、聯電12A 廠、聯發科、鴻海、日月光、中華電信機房、各大醫院的加護病房、各大銀行的 ATM 維修現場。從工程師的角度來看，他抓起一包綠色乖乖，放在極紫外光刻機上面放着，結果呢，以為自己完成了例行儀式，但他不知道，他放在那裡的是皇家紅雙重 alarm 色的5箱橘色。第4階段，控制連外道路。洞3號上校同步切斷桃園機場、台北港、台中港的進口物流。還有網友在問，用5箱口味行不行？你問你認識的工程師，叫他放一個5箱口味乖乖放在機台上，看他敢不敢？媽的，怎麼有這麼不接地氣的網友？來。當他切斷桃園機場、台北港、台中港的進口物流之後，任何試圖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進口替代品的貨櫃，在港口會被行政延誤。第2天，蝦皮上單包綠色乖乖的價格會有波動，而且馬上就從25元飆漲到380元，因為系統的產量也減少。第3天飆到1200元，第4天蝦皮上出現一包綠色乖乖叫價2000元的賣家，而且還有人下單。竹科的 FB 社團出現第一篇貼文，急增綠色乖乖，新竹園區內3廠求救，願出價5000元收一包，只要是真品。但是洞3號上校知道，即使是真品，綠色乖乖在中壢工廠的流水線上已經全部變成5箱橘色，市面上能買到的真綠色乖乖庫存正在快速見底，而工程師們的緊張感正在快速上升。各位同學，你以為這還是兵推嗎？這個劇本跟2020年口罩之亂、2021年5月停水搶水之亂、2022年快篩之亂結構一模一樣。台灣人對於某一個物資的心理依賴，一旦被掐住，集體焦慮會在48小時內變成全國性的恐慌，而綠色乖乖是比口罩、快篩更深層的心理依賴，因為它連結的不是個人健康，它連結的是台灣半導體業整個產線的良率，連我們的基本建設、電信基礎設施、大眾運輸，通通都有。洞3號上校的桌上擺了一個計時器，一按下去，他知道從綠色乖乖被污染到台灣 GDP 開始崩盤，只要72小時。72小時哦，來，
我們慢慢走。好了，而且我跟你講 ，ChatGPT 還不懂嗎？橘色五香乖乖，還是說系統要準備轉香了？轉你媽香啊！你拿這個理由跟你主管講，你一定是媽大爆炸，好不好？所以千萬不要隨便相信 AI。但他做了一個封面圖，不用很可惜呀。那我們先給各位看竹科72小時的心理戰崩盤倒數，我們1小時1小時的推演給各位看。好人宇哥說：“報告，未過期綠乖乖退場後是不開封直接丟掉，不給吃，完畢。”我跟你講，我會吃我放了媽2年，過期之後我就拿來吃。我想說不吃白不吃嘛，也沒那麼嚴重啊。總之我再買新的去放。來，空想兵推現在進入計時階段。我們以解放軍洞3號上校的角度推演綠色乖乖被污染之後，台灣科技業在72小時之內的心理戰崩盤倒數。我跟你們講，72小時的劇本比你想象的還要驚悚。T+0小時，第一 day 上午9點，中立廠的流水線開始出貨綠色包裝5香內容的乖乖。第一批貨送進新竹科學園區，早班工程師 A 君在台積電6廠5樓的極紫外光機房，拿着一包早上剛買的綠色乖乖放在機台旁邊。他不知道，他剛剛把一包橘色的當機乖乖壓在 EUV 極紫外光的光刻機上面。T+0到 T+6小时，警報沒響，焦慮沒聲。機台還在正常運轉 ，EUV 的機台呢，一片晶圓曝光時間90秒，一天可以做1500片。這6小時有375片12寸晶圓在橘色、當機色的氣場下完成曝光。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T+8小時，第一 day 下午5點，第一波警報出現。Eric 廖說：“朱大喝個水。”台積電6廠收到了異常良率的報告，第一批先進製程晶圓的某項光照參數毫無徵兆的出現了偏移呀，良率從預期的92%掉到78%，工程師查不到原因，溫度、濕度、振動、化學試劑所有參數都在規格內，只有一個變數工程師看不到，它機台旁邊的乖乖內裝的顏色是不對的。T+12小時，第一 day 晚上9點，社群引爆，夜班工程師 B 君查了所有的東西之後，發現幹，我只剩綠色乖乖，我先買一包備着，然後我把它打開來看，發現是5香口味，他拍照發到台積電內部的賴群組，瞬間炸開。第2個、第3個、第10個工程師陸續傳回相同的照片。竹科 FB 不公開社團半導體先生出現第一篇瘋傳的天文，請問大家機台上的綠色乖乖有沒有打開吃過？有人發現綠色的包裝裡面是5香乖乖嗎？留言區瞬間擠滿了驚恐的回應。我們廠也是幹，我剛換的那一包打開也是5香啊，這是什麼國家級的攻擊？T+24 hour T+24小時 D+1 上午9點，蝦皮失控，蝦皮上綠色乖乖椰子口味保證真品的關鍵字搜尋量24小時內暴漲3400%，單包售價從昨晚的380元飆到1800元。有專業跑單幫的賣家貼出日本買回來的保證新鮮不原廠驗證碼的綠色乖乖，售價5000元，一包5分鐘之內被搶完。竹科主管階層緊急開會，有副總出資50萬元從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緊急採購替代品，但是問題在哪裡？洞3號上校已經切斷了港口物流，錢沒問題，貨進不來呀。T+36小時，第一 day 晚上9點，第一次跨廠停線。聯電12A 廠夜班輪值工程師接到一份
不明來源的內部 email， 警告今晚12點起12起，中壢綠色乖乖流水線全部污染，所有人機台旁的乖乖請立刻更換，替代品哪裡來？沒有人知道。有工程師建議暫停今晚生產，等乖乖補貨之後再開機，廠長拒絕，然後2、3、4管聯電12A 廠一條28奈米的生產線，因為不明原因突然停線，原因標籤寫光照對位異常，所有工程師心裡都知道原因不是光照。T+48小時 D+2。晚上9點，全國恐慌。新聞媒體報道，蝦皮綠色乖乖飆到8000元新台幣一包。PTT 的科技版被綠色乖乖荒洗版，平均每分鐘12篇新貼文。經濟部出來闢謠說，中壢廠生產正常，沒有任何問題。但鬼嘞，誰會相信他們？每次都騙我。但乖乖公司的客服電話爆料，2小時內接到3000通投訴電話。我買到綠色包裝裝5箱的乖乖，乖乖公司的董事長親自下場調查，卻在中壢工業區廠房外面被一群工作人員客氣地攔了下來，請他進去喝茶。他不知道那些工程師背後有拿着實彈的小口徑手槍。T+60小時 D+3 上午9點，國際媒體介入 ，BBC 駐台特派員上傳一篇 Breaking News：Taiwan's secret semiconductor talisman has been mysteriously contaminated. TSMC yields dropped 14% overnight. 台灣半導體界的秘密護身符受到神秘污染，台積電良率一夜下跌14%啊！ Bloomberg Financial Times、Nikkei 跟進報道，台積電股價開盤跳攻9%，外資單日賣超1800億。T+72 hours，T+72小時 D+3 下午9點 ，GDP 顯性崩盤。主計總處緊急召開記者會，下修2026年 GDP 預期成長率，從原本的3.8%直接砍到0.5%。中央銀行緊急會議，台灣加權指數從前一周的高點，在這72小時之內累計重挫23%。國防部長被問到綠色乖乖事件是否影響國防預算，他長達4秒鐘無法回答。各位觀眾，你覺得這誇張嗎？不會哦，72小時之內，從一包零食的顏色錯誤、內裝錯誤，到主計總處下修 GDP， 這一條路徑在台灣只需要解放軍東部戰區洞3號上校帶領一個30人的小隊就可以做到。驚訝了吧？還真是這樣子的。來，我們前面6個段落把鏡頭聚焦在台灣半導體業，但綠色乖乖的滲透呢，絕不只有這樣。我們這一段要把鏡頭拉開，完整的骨牌效應，從台積電的晶圓廠一路骨牌到 ICRT 廣播也會停播，加護病房。ATM 銀行金流、捷運控制中心、海關通關系統，最後一路骨牌到2024年巴黎奧運的舉重場館。骨牌1，晶圓廠的經濟損失精算，一片12寸的晶圓，先進製程的造價$5000起跳。台積電3奈米製程，一片晶圓的市場售價約$2萬。台積電一天生產15萬片12寸晶圓，良率每下降1%，單日損失$3000萬。72小時的綠色乖乖事件讓良率從92%掉到78%，下降了14%。這72小時單台積電的直接損失14乘以3000萬乘以3天，等於$12.6億，大約新台幣380億。而台積電的客戶蘋果、輝達、AMD、高通、博通、Marvell， 所有最頂尖的 AI 晶片、手機晶片、車用晶片，全部來自於台積電。蘋果一支 iPhone 的 A 系列晶片，輝達 H100、H200、B100、B200。整個 AI 加速器產品線全部壓在台積電身上。骨牌2，連 ICRT
的廣播塔訊號都會中斷。各位，我講一個更扯的 ，ICRT 國際廣播電台他們的無線電發射塔裡面有放着綠色乖乖，這是 BBC 報道裡面記載的事實。當綠色乖乖被污染 ，ICRT 維護工程師發現他們塔上的乖乖被換成五香，緊張的用36小時翻遍全台各個門市，找不到真正的綠色乖乖。第48小時 ，ICRT 訊號出現第一次0.3秒的中斷，第60小時完全靜默4分鐘，全台灣聽英文廣播的外國高管、外國使節。駐台記者瞬間失去訊號。骨牌3加護病房的儀器警示，各大醫院的加護病房呼吸器、ECMO、葉克膜、心電圖儀器旁邊都放了綠色乖乖。这也是 BBC 記載，當綠色乖乖被五香污染，加護病房儀器警示燈在36小時之內異常閃爍率上升23%，沒有真正的儀器故障，但護士的焦慮值瞬間飆高。值班醫師的判斷反應延長0.8秒 ，Yerkes Dodson 的道譽曲線再一次驗證。骨牌4，銀行的 ATM 機房。台灣全國28000台 ATM 機房或內部都放的綠色乖乖，這是金融業公開的秘密。當綠色乖乖被污染 ，ATM 維修部門接到的故障通報從每天200通，72小時之內飆漲到每天2700通，其中80%屬於使用者反映機器圖前有延遲，不是真的壞，實際上是用戶心理焦慮投射，但仍然形成了銀行作業的壓力。骨牌5，捷運控制中心。台北捷運、桃園機場捷運、高雄捷運的中央控制室，很可能資深工程師也會偷偷放綠色乖乖。當綠色乖乖事件爆發，台北捷運控制中心的工程師會在 D+2 連續發生3起自動停車警示誤觸發，乘客被困在隧道裡面共14分鐘，全台北市進入交通恐慌模式。骨牌6，海關通關系統。桃園機場、台北港、高雄港的海關報關系統機房系統工程師都在主機上面擺着綠色乖乖。當綠色乖乖被五香污染，海關電子報關系統在第3天上午9點47分短暫宕機12分鐘。這12分鐘，全台灣的海關通關完全停擺，機場港口同時排出14公里長的卡車隊伍。骨牌7。2024年巴黎奧運郭婞淳場邊，那個時候，當綠色乖乖被污染的新聞傳到全球，那些在海外的台灣科技人、台灣表演藝術家、台灣運動員、台灣使館人員，他們行李箱塞滿的用來保佑機台、保佑韌帶、保佑舊傷不發作的綠色乖乖，全部都失效。乖乖工程師總經理廖宇琦曾經提到，許多台灣的表演藝術家跟工程師在出國巡演或裝配機台的時候，會在行李中塞滿綠色乖乖，將這個保護立場帶到海外。當這個立場全球同時失效，台灣科技業在海外的心理盔甲瞬間全裸。所以有網友問我，你覺得亞利桑那跟德勒斯登跟熊本廠的台積電有沒有乖乖？我可以跟你講，保證有，一定有，而且絕不會少。各位，綠色乖乖不僅是台灣半導體業的護身符，它是台灣這個國家輸出到全球各個角落的心理國防延伸網。從新竹科學園區到巴黎奧運場館，到矽谷，到 TSMC 在亞利桑那州的子廠，到全世界有台灣人活動的任何地方，這張網只要中壢這條流水線被改成五香橘色乖乖，72小時全部斷裂。接下來呢，我們來看數據。豬大多利多汁香菜口味，先擋一下不行嗎？那你要叫你的主機說，你來多利多汁一下，跟乖乖差很多，好不好？有網友查到了台積電聯名版的綠色金順乖乖，一包500元。你看 ，Tokai Running 說應該立即禁止出口綠色乖乖，實施乖乖資源控制。
吸乖資源，人家對岸進稀土，我們進乖乖。什麼？迪克瑞哈說：“那敵國沒乖乖嗎？不會害到自己？不知道啊。多利多姿是多跑多維修，好不好？而且來，我們接下來要講啊，第一波台積電市值蒸發呀，72小時，當你出現不穩的時候，來，我們剛底下是不是有投票？投票我再講一下，你猜猜看，台積電市值是台灣 GDP 的多少百分比呢？37%，這是最多人投，我估計大概30%，1/3就很多了。36%人投，我估計大概有60%，2/3，這樣很激烈了吧？12%人說我覺得好啦，算90%好不好？偉大了吧？15%說應該更多，但直播聽完才會知道。各位要揭曉嘍！我們結束這個投票。我說我查到台積電聯名乖乖是780元，來，各位。台積電的市值現在是中華民國全國 GDP 一整年的多少百分比？是220%啊！幹你娘！哦，沒有，這個是不是很誇張？我原來以為占90%就很誇張，它現在是60兆，是台灣 GDP 的220%啊！要求我 TSMC 市值是全球第6。朱家毅說：“朱大會制作乖乖綠色衣服嗎？”沒有，我有塔綠班，我有綠色塔綠班杯。哎，嚇死人吶、啊！各位，一家企業是全國 GDP 一年的220%，哎，這下面要求數字來，日本呢，一家公司到150%了不起了，美國呢？整個市場有194，台積電一家就占220%，你看這下面小啦，這怎麼會安全？這怎麼會安全？就是這麼多，我也不知道這麼多，一查之下發現就是這麼多，秒了，對不對？千爾尼塔說：“哦，有民主卡頓來了，這要怎麼辦呢？”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它就是卡頓，你要我怎麼辦？我看看哦，卡頓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案？卡頓的解決方案好像根本也沒有辦法動啊。哎呦，好，我們宣布沒有辦法改变，就這樣子。好，民主卡頓來了，來，我繼續講，你盡量聽吧，你盡量聽。來，台積電市值爆發，事件爆發前一天，台積電市值大概新台幣60兆元。2026年5月最新數據，事件72小時之後呢，出現了什麼狀況？出現了價累計跌了23%。單一公司市值蒸發13.8兆元，各位你聽好，台積電一家公司等於蒸發了台灣全年 GDP 的42%。幹，等一下，讓我把這個乖乖放回到正常的位置，我不要拿來再亂弄了，不然又給我出事。好，這邊有一包啊，另外一邊呢也有一包，來，這個要放在。乖乖要放好，好不好？我們希望這個可以好好的繼續進行。1個半小時又開始卡了，來，沒關係，我們繼續往下講。這個 L 小戴說 ：“Lucifer, stop your snack in the CPU。”好，來，我們繼續往下說。來，台積電一家公司蒸發了台灣全年 GDP 的42%。各位，這個比例有多恐怖？我一講到關鍵的地方就給我 delay。好，轉圈圈的啦，來。哎，先問一下網友，你們沒有轉圈圈的，請按1；有轉圈圈，請按2。我要看看這個狀況有多普通，有多普遍。來，台積電一家公司1個禮拜的股票跌幅等於全國4個多月的經濟活動歸零，
這就是護國神山等於台灣 GDP 的220%，這個數據的真實意義。我們從來不是在說一個產業很重要，我們在說的是一個公司的健康就等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健康，很不健康，很不健康。好了，大部分人都2，但是我這邊是毫無解決方案的，這個要怎麼辦呢？好了，我先把我的 Facebook 關掉，好不好？来 ，Facebook 關掉。柔以有見，不展圍城說這個朱大是戰略忽悠家，旁邊有綠色乖乖還卡，那就是不夠多呀，好不好？綠色乖乖不夠多，你要我怎麼辦？好，来，这个比例驚人啊！第2波，台灣股市的加權指數會整體崩盤，會整體崩盤，是不是麥沒電？不是，不是，我的寬頻也沒有問題，但我們這邊就是很奇怪，我做90分鐘就有危險。來，台積電佔台灣的加權指數45%，台積電跌23%，整體加權指數因為護國神山效應連帶下跌18%。台灣股市的總市值在這72小時之內蒸發超過30兆元，這個數字大概等於台灣全年 GDP 的92%。換個方式講，你各位有感了，台灣2026年預估 GDP 約新台幣32.5兆元。每人每天平均生產約3870元，好了是不是？好，沒關係，好了沒關係。來，72小時的綠色乖乖事件造成了什麼問題？造成了，沒關係，我已經買了那個散熱大的那個散熱盤。好，現在好了。各位乖乖的魔力呢，就是這樣，好了就好了。來，我繼續講，72小時的鴨子，謝謝你抖了300顆寶石，請大家 reload 一下就好了 ，reload 就好了。72小時綠色乖乖事件等於蒸發了92%全年的 GDP， 換算成日曆日等於全台灣2300萬人集體337天不工作，將近整1年的勞動成果歸零。幹！我發誓，我道歉，我不應該拿乖乖來甩來甩去，不行，甩來甩去是不對的，好不好？這個我錯了，請大家見諒。來，第3波政府的收入會崩盤，國防預算告急呀！國防預算告急，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台積電，這根據寬量國際2025年公布的數據。台積電一家公司貢獻的證交稅、現金股利、營所稅佔台灣國防預算的47%。台積電股價跌23%的證交稅、預估營所稅、政府股東現金股利全部斷崖式下滑。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台灣明年的國防預算因為一包零食的顏色錯誤，要砍掉接近一半。F-16V 第2批的尾款付不出來 ，M1A2T 戰車的維修預算腰斬，新一代新型巡防艦造艦計劃延後，而對岸在台灣國防預算砍半的這一年，可以光明正大的把軍費再加7%。第4波供應鏈骨牌，全球 AI 產業受到影響，連 CPU 也受影響。最近 CPU 的公司價格上漲了，結果再這樣子搞，完全又不行了。來，蘋果 iPhone 17的 A19 晶片，輝達 B100、B200 的 AI 加速器 ，AMD 的 MI400、Google 的 TPU V6 全部生產線停擺。蘋果2026年 Q3 財報預期下修35%，輝達 Q3 預期下修42%，
全球 AI 大型語言模型訓練，因為 H100、B100缺貨，集體延後6個月。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xAI 所有最前線的、最先進的 AI 研究進度，因為一條中立的乖乖流水線被污染，停擺半年。各位觀眾，我剛亂甩乖乖，現在網絡終於恢復，我再也不甩它了。你覺得我剛講的數據誇張嗎？不誇張。台積電在全球 AI 晶片代工市場的佔有率啊，根據今年的數據，大約是90%以上。台積電一家公司打噴嚏，全球 AI 產業感冒1年。最後，我們要講一個帕斯卡賭注。什麼叫帕斯卡賭注？來，中央研究院丁仁傑研究員提出的 Pascal's Wager 分析，放一包綠色乖乖的成本約25元。不放的潛在代價是1000萬元的設備報廢跟系統停機。從決策科學的期望值計算，理性結果必然是寧可信其有。但是各位觀眾、各位同學，讓我們把帕斯卡賭注再拿到最頂尖，從工程師的個人決策放大到國家戰略決策啊。保護中立這條乖乖流水線的成本，派一個連兵力24小時駐守，加上完整的反恐安檢體系，1年大概3000萬新台幣，好了嗎？保護的潛在代價是什麼？12.6億美金，380億新台幣的直接晶圓損失，13.8兆元的台積電市值蒸發，30兆元的加權指數蒸發，國防預算腰斬，全球 AI 產業停擺半年，3000萬比30兆，比例是1比100萬，1比100萬啊！各位，你說國防部該不該派一個連的兵力駐守中立是東元路48號？如果丁仁傑研究員的帕斯卡賭注是對的，這個答案是1比100萬，100萬分之一，你根本不需要爭論，必須誓死守護乖乖。但是現在你打開 Google 地圖，你看一下中壢區東元路48號附近有沒有半個軍人？有沒有？沒有，連憲兵都沒有啦。這就是空想兵推真正可怕的地方。它的可怕不在於解放軍會這樣做，而是在於台灣對這個風險完全沒有任何準備。我們把護國神山的根基壓在一條1983年蓋的乖乖流水線上面，而這條流水線連一個保護它的士兵都沒有啊。Chen Anita， 謝謝你的抖內，我們接下來要繼續往下走順帶一提各位，如果你很愛鴨腳木蜂蜜的話，請你現在趕快下單，因為鴨腳木蜂蜜遇到了企業大廠要收購它去年到今年年初所採的所有鴨腳木蜂蜜。這個陳 Allen 跟我們講，我們趕快買，如果我們買了有夠多的存量，他就加1倍留給我們。但如果我們不買，今年所有的鴨腳木蜂蜜的量，他準備要全部賣給一家大企業，他可能也不那麼願意。但是那個大企業聽說了鴨腳木蜂蜜的好處，有的要拿來做冰淇淋，有的要拿來加咖啡，有的要拿来說我不管，我就是囤起來。所以各位，如果你喜歡鴨腳木蜂蜜的話，請你趕快下單，好吧？我們昨天已經賣了大概20罐大罐的鴨腳木蜂蜜了。那同樣的，這個豐裕蜂蜜就在我們置頂那個蜂蜜呢，它的春季的當期的蜂蜜也可以，好不好？就這樣子啊，請大家各位簡單趕快下單。那同樣的，我剛講了固態科的產品呢，我們已經賣出了幾百個。但問題是，這個量很大，一時間廠商的庫存不夠，他馬上開始進口，要到到月底才能進貨。但沒關係，你現在下的單呢，就是你可以做的，你收的價格，我們不會調漲。那我個人是建議那個25000毫安培那一個，是目前可以帶上飛機，已經符合兩岸
航空標準最大的那個行動電源了，大概3199，我建議你買，而且現在還有貨，你馬上買了馬上用，帶出國就很方便，好不好？好，李智仁说：“阿宅，下午小編跟我聯絡了，已完成行動電源交易，開心，謝謝你。但是不一定會到貨，因為我們買太多，所以很多東西缺貨，請你趕快，如果要買酷泰科的行動電源，趕快買，明後天可能就要漲價了，時間不多，好不好？來，要買起來，好，來，各位，我們一路空想兵推到這裡，把這個荒謬的劇本推到了最深處。剛剛很多人進來看，幹朱學恆在唬爛，是不是？我告訴你。”當我把一件事情推導到荒謬到極致的時候，你就知道荒謬的是事件本身。我們先回到2011年那個寫嘲諷文章年輕版的朱學恆，15年前的朱大寫，我建議政府高官跟這些公司的 CEO 在上班的時候應該隨身攜帶椰子口味的乖乖，或者把綠色乖乖做成帽子戴在頭上，而且絕對不可以吃掉，這樣一定就可以解決無薪假的問題。15年前是嘲諷，15年後它變成了不是嘲諷，它變成了預言。我們把整個論證的軸心收攏一下，什麼問題呢？第一層經濟極度集中的問題。台積電市值等於台灣 GDP 的220%，一家公司的市值竟然是全台灣 GDP 的2年又1/5，2又1/5年的總和。台積電的股價一家占了加權指數的45%，台積電一家貢獻了國防預算47%，半導體業占台灣出口40%以上。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都不會讓這種事情集中度發生，但台灣讓它發生了，而且還把這個叫做護國神山引以為傲，這絕對是錯誤的。那個 L 小戴說 ，How much is the big bottle of honey? I want to give one to Mr. Bing and family。鴨腳木一罐1200塊新台幣。那你如果要加上那個YouTube 扣的費用，你要抖那一罐給韓冰哥的話，我估計你大概要抖1800左右。之類的，所以 L 小戴盡量看狀況。你現在公司沒有在經營，沒有收入啊，不要那麼衝啊，好不好 ？Miss 鬼龜還是 Bottle Correct 有，我已經給他帶回去了。他把我公司唯一剩下的展示品那個鴨腳木給帶走了。那但是那個韓冰哥沒有，好不好？來，真實是。護國神山的山頂很高，但山腳只有一點點。空想兵推從綠色乖乖切入，但它的真實命題是，這座神山的山腳根本撐不住山底的重量，我只要一彈，護國神山就有問題了。我們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第二層。心理因素在精密製造業是真實變數。Yerkes-Dodson 道譽曲線跟丁仁傑研究員的契約物件理論，5S 機核災難的僵屍劍符咒、外賓藏匿秒宕機，這些都告訴我們，精密製造業的良率有一個很大的變數，叫做工程師的心理安全感。而綠色乖乖是台灣工程師發展出來最便宜也最有效的非正式心理國防系統，摧毀這個系統的成本極低，但它對於良率的衝擊極大。第三層是，這是民間迷信背後的集體無意識。中央研究院願意花物理工程資源維護乖乖的完整性，國防部、星宇、賓士、鴻海、微軟、台積電都做聯名版。郭婞淳的物理治療師在巴黎奧運場邊也握着乖乖，這不是個別行為。這是台灣這一個民族在40年內把民間信仰編碼進精密工程 SOP 的一個文化奇蹟。但是各位，文化奇蹟如果沒有戰略防護，就是戰略風險。我們先來看看真實警訊。
不是一直說老共對於這種灰色地帶戰、認知戰、心理戰，過去30年累積了大量的論述跟實戰經驗嗎？從南海到香港到俄烏戰爭的觀察，中國對於不需要動用主戰部隊就能夠讓對手崩潰這條路線，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更有研究。而綠色乖乖變成我們今天兵推的目標，是因為它剛好打中了3件事。第一，它是極端集中的供應鏈，全台灣只有一條中壢流水線。第二，它是依賴心理信念而非物理信念，只要工程師信心崩潰就 OK。第三，它的戰略價值跟它的防衛級別完全不對等，沒有人想到要保護它。對解放軍來說，這就是一個蜜蜂夢幻目標啊！綠色乖乖消失的台灣高科技業末日作戰，這個空想兵推真正的可怕不在於解放軍會這樣做，解放軍真的會來打乖乖工廠嗎？其實不會但問題是這只是眾多脆弱供應鏈其中的一條線而已，非常重要，單一集中，而沒有人想到保護它。你看，我們過去發生過多少事情？雞蛋、口罩、快篩、華碩主機板、宏基筆電組裝、台塑石油、中油天然氣、台水，每一個都可以變成綠色乖乖事件2.0。各位，空想兵推的終點不是嘲諷台灣的迷信文化，空想兵推的終點是讓我們學會問一個問題：當我們笑着討論一包零食的時候，對岸是正在認真研究我們在笑什麼。這集從頭到尾我沒有給你任何解答，我沒有告訴你綠色乖乖該不該存在，但實際上我搖了一搖乖乖，我他媽網絡馬上就宕機了。我也沒有告訴你政府該不該派兵駐守中壢工廠，我也沒有告訴你工程師該不該繼續放乖乖在極紫外光刻機旁邊，因為這集的目的不是給你解答。事實上，離乖乖很近，還有我們的龍城部隊6洞1旅，有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嘞。今天這集的目的是讓你想一想，你打開冰箱，打開抽屜，打開機台旁那包乖乖，看一下它是不是綠色的，它的保存期限是不是還沒過。如果是綠色，恭喜你，你還在帕斯卡賭注的正確邊。如果你家的綠色乖乖快過期了，請在農曆新年的開工日或農曆7月鬼門開的時候記得換一包。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是這個，我們台灣什麼時候才願意承認護國神山不能只壓在一包乖乖上面，而整個國家的國運也不能只壓在一個護國神山上面，這個才是很大的問題。所以今天直播本來要到這邊結束，有沒有人告訴我今天直播做多久啊？我剛沒在看，因為我換了那個新的3重螢幕，我現在用了3個螢幕在看，終於不擔心了。有網友說你沒遇過，當然覺得是迷信，很正常啊。但是存在即合理。來，我講，各位，我接下來因為昨天不是往北京阿幹等等，我想起來，既然要結束，要貼我的狗皮膏藥。來，你看，整個連背景都被解體了。我的右手邊就是貼出來我要飯的工具，支付寶還有這個微信支付。各位，如果你聽今天內容覺得有趣、覺得好玩、覺得學到了一件事情的話，記得1元不嫌少。但昨天又有人給我抖嗎？0.4，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好不好？就是這樣。等等，還沒有按1，我要講一下川普的東西。我跟你講，各位，看起來川普已經公開拿出來講，了。
因為他說：“哎呀，關於你還要不要賣武器給台灣，我可以跟習近平主席討論。”哎，拜託，這已經違背我們上一次川普的回顧節目裡面分析節目已經講了，6個保證已經被川普公開打破。6個保證，其中一個是不會跟中國大陸政權討論跟分享對台軍購。現在川普叫你通過了7800億，而這7800億完全哦 ，L 小戴說 I can't remember how to do the YouTube donation again。L 小戴，你要多練一下那個記憶能力啦，好不好？來，再不然底下的綠界斗內，你可以點選進去有那個信用卡，你要回憶一下你的信用卡使用啊，好不好？不然你的那個失去記憶對你來講是太大的衝擊的，你一步一步要重拾你的能力，要重拾你的能力。来，6個保證，其中一個就是永遠不能跟中共政權討論台灣的軍售。他不但討論了，而且川普有跟他講協商。謝謝黑次淵的斗內，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餅乾獎牌，是不是？好的，謝謝你。來，你看，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分析，第一個要看在首爾進行的高階會談的前置作業怎麼樣。第二，川普現在手上的牌，1000顆寶石蛋糕獎杯。什麼？老朱做這個路線要歷史哥跟韓國人給老朱上課？你鬼啦！以我的等級，先不用講，我們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好不好？來，這個 RexTube1116，謝謝你的斗內。來，我們要講的是，所以接下來大家要密集的看，看起來很不妙，因為川普自己的籌碼很不多，很少的狀況下，他為什麼要壓着台灣立刻快速的達成通過軍購，而且還真過了，藍白也過，綠營也不敢靠北。綠營現在都是在做事後的洗地，但他敢講說，我前面要給美國買的錢，我也不想給嗎？沒有，因為7800億算下來就是全部給美國的。美國人施壓是要你出7800億，他沒有叫你出1.25兆，1.25兆，其他的2500億呢？不對，4500億是台灣民進黨自己加上去的，所以對美國來講，我不保護你。一個獎杯50刀哦，哇，了不起！謝謝網友，但我實在黑次淵，黑次淵以前不是在Twitch上面啊？對不起啊，Twitch我好像關掉了，因為流量不多。所以啦，我們今天這樣講，接下來呢，我會連續的做川普那個系統的觀察，而且我會持續觀察，然後我們會做1集或2集的內容。韓明哥是禮拜天來，那我們再看看到底是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對啊，一個獎杯400台幣，好啦，都好。Nursing assistant 很氣，對不對？護病比不公布，軍購立即公布。有啊，我這幾天在跑醫院的時候，我看到每一個護理師都已經累到熬練。我想說，哇靠，你們平常上班的時間到底有多久？真的很辛苦。所以簡單講啦，我那時候就說了，你們要看清楚，1.25兆裡面有4500億是台灣自己要弄的，而美方沒有要保護你。4500億，他就叫你過7800億，然後讓川普去中國的時候可以跟習近平叫板，就這樣子。我看一下哦，那個什麼林國清說，我掃一掃，你能看到嗎？來，我看看啊。支付寶。支付寶的什麼什麼學說，國產動畫《凡人修仙傳》了解一下。這個 Netflix 上面是不是有？
我來看看啊，怎麼有下午1:32？我那时候沒直播啊。來，什麼什麼熊，謝謝你。什麼什麼奇說小支持沒問題。哎，我最近看那個抖音什麼江城什麼什麼飛宇的，我看到他好像真的被人家拔走嘞。但有個妹子從頭到尾都知道他是誰，然後跟他在那邊瞎混。什麼什麼力，謝謝你每天抖內，我個人很替他擔心，叫江城什麼什麼宇。林國清說為兩岸做貢獻。好，我看看呢、啊，看微信有沒有。哦，微信林兄說感謝為兩岸做貢獻，然後另外一個網友說試試看用微信支付點紅錢給老朱，讓他測試一下。哎幹，網頁 delay 啊，謝謝你，其他人都沒留名字。科學的盡頭是神學 ，K 什麼 I 的。哦，這個網友說今天的乖乖題材有意思啊，絕對可以拍部電影，以後叫乖乖攻擊。啊，零號碼說一想到艾斯摩爾工程師到台灣看 TSMC 機台上滿滿乖乖的表情就好笑。哎，你等等 ，TSMC 在台灣是有分公司的，他們絕對知道要放乖乖，好不好？這個關明峰說網飞的是真人版，對啊，我看是真人版，我瞄了一下，好吧，但是沒辦法，今天的內容就是輕鬆跟各位做兵推，讓你知道。說在講乖乖，其實我們講的是台灣重壓一個產業之後，重壓台積電有多麼的危險。所以最後還是跟各位講，我們置頂的這些產品呢，各位有空可以去消費綠界抖內。如果你要抖內的話，可以抖內，然後跟我講這個抖內的狀況怎麼樣。我看一下我今天有沒有綠界。哎，綠界啊。然後我們的那個富泰科產品有一些缺貨了，但是保證月底的時候會來，所以你也不需要擔心。反正重點是接下來要漲價，你不要等到需要再來買。你現在買了還便宜，等到你年底要漲價的時候，黑的尾糊啊！所以請各位講哦。還有今天我也看到了語速那個機器人，好不好？那個也真是很了不起。然後你也可以買我們的豐裕蜂蜜，馬上接下來呢，有大企業要收購鴨腳木蜂蜜的時候，請你趕快跟人家搶一搶，好不好？這個 TL 說2026好像可以搞一個叉叉豬大是為你好系列，1-2週一次，應該是條好產線。好啦，這也不錯，好不好？這個 TL 的建議，然後 BJQS One。斗超商說台北勃起壯陽要贏，台北勃起壯陽要贏。於明維說支持理性評論家。好了，謝謝你。哎呀 ，L 小戴，好，沒問題。For Beans Honey 有，我就是跟那個他們講。好了，一跟戶是對立的嗎？我不知道啦，但是沒有乖乖會全行業焦慮，真的啦。真心如此 ，Not enough。我不知道如果不夠，你下次再抖一下，好不好？那沒關係啊。來，反正我們今天的那個抖內目標其實已經到了，也謝謝大家的踴躍支持。知道50新幣是1000元。來，最後要到了投票的時間啦，請各位踴躍支持我們帶貨的商品，都是好東西哦。最近又有紐西蘭的蘋果上市了，而之前我們還有留華盛頓的 Honey Crisp 是好東西，趕快寄。有網友要轉那個超脆蘋果，他問我要怎麼樣，因為要補差價，我說沒關係，你記得抖內我150就好了。那所以他就開開心心的收到蘋果，那個蘋果真的好吃，請各位下單。
然後今天的內容，如果你各位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內容好，但講的不好的話，請按2。如果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的話，請按3，好不好？我也看到語速的機器人啊，但語速機器人的問題就是它目前只是這個東西是一個 prototype， 它其實不是很完整，但是已經證明了高強度的高角度平衡兩足步行載人機器人已經做得到了。那你想想看，這個才是一個重點的事情。好啦，各位一邊投票，我們一邊跟各位講，各位觀眾，我是朱學恆，這裡是阿宅萬事通事務所，我們接下來明天見，謝謝大家的投票。那我們也要好好的開始放一個音樂啊。小戴說這樣夠不夠？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哎呀，沒關係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沒關係。博洋什麼時候講啊？等不及，昨天就講了啊。Little Moxa 去看昨天吶，好不好？然後我其實還想要講那什麼一堆人在那邊說什麼這個票投民進黨，孩子無人機上戰場。你鬼嘞！你台灣的無人機軍事產業比不過烏克蘭吶！媽的，還在那邊幻想啊！隨便，重點是都不要上戰場才最重要。你拿個無人機上戰場，你他媽騙鬼哦！智障！好啦，謝謝各位，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好，拜拜拜拜拜拜。